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6月2號，今天是星期二，我們來聽故事啦。今天老師要說一則很有意思的故事，不過這個故事老師一直在考慮要不要說，為什麼呢？為什麼我要考慮要不要講這個故事呢？因為這個故事太長了所以說這個故事我會很累，但是也很有趣。老師覺得這個故事非常的有趣哦，所以我們今天來試試看，老師來講這一則很長的故事哦。好，有一位朋友來自韓國，好，歡迎你韓國的朋友啊。老師最歡迎新同學了啊！好，那麼我們話不多說，我們趕快來講今天的 long story 長篇故事吧。好，那今天的故事叫做乞丐問佛。好，你們知道乞丐嗎？一般來說，乞丐會在路邊或者是街上跟你祈求一些錢哦，跟你乞討一些錢或者是食物啊。好。My daughter loves you. Really, Nancy? Your daughter loves me? 哇，我很開心哦 Nancy 的女兒很喜歡我哦。好，佛就是 Buddha。好，我知道有很多同學你們是佛教徒，所以你們一定知道誰是佛，我們可以說佛祖或說佛哦。好，那乞丐為什麼要去問佛問題呢？我們來看看為什麼。從前有個乞丐，他每天乞討後都會把剩下的米存在米缸裡。好，各位同學，乞丐很窮，對不對？所以呢，他乞討後，他吃剩下的米都會存在米缸裡。好，存就是把它放在裡面，不去吃它。好，那各位同學，米跟飯有什麼不一樣？米是煮熟的，飯是煮熟的米，所以米跟飯其實是不一樣的哦。米是還沒有煮熟的米，飯是已經煮熟的米，所以他說這裡的米是還沒有煮過的，哦。好。那麼他把米存下來之後，以後他沒有米了，他就可以把這些米煮成飯來吃，他就不會挨餓了，對不對？白米，對，很好。白米一般來說還沒有煮過，但是如果你說白米飯，那就是煮熟過的哦，白米飯哦。那什麼叫米缸呢？米缸就是放米的地方哦。好。乞丐盼望着存夠糧食，有一天能擺脫苦日子。好，乞丐盼望就是希望，他希望這件事情會發生，就是他能夠把米存得很多很多，然後他可以把米拿去賣掉，他就可以得到一筆錢。有了這筆錢之後，他就可以擺脫就是離開，不要去接近那樣的事情。所以擺脫就像英文的 get rid of。 好，苦日子，你們現在的日子苦不苦啊？有的人每天過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早上很早去工作，晚上很晚才會下班，甚至要加班。日子好辛苦啊。苦日子就是你覺得不滿意，可能錢不夠花，每天都是工作，沒有自己的時間，我覺得都是苦日子。你們的日子苦不苦呢？理查老師覺得現在我的日子一點都不苦，每天老師都過着快樂的生活啊。有時候日子苦不苦是你心態的問題啊，好，這裡的擺脫我們也可以用遠離遠離。好，就是遠遠的離開這件事情，不要再接近這件事情。好，林子也說他每天都開開心心的。雅玲說我現在的日子不苦，
雅玲，你的意思是你以前的日子比較辛苦，对不对？有時候日子苦不苦是你心態的問題哦。有的有錢人他也覺得日子很苦啊，哦，所以我覺得日子苦不苦是看你怎麼去想。如果你是樂觀的、積極的人，那麼你的日子就不苦哦。可是好幾年過去了，他的米一直存不到1升，誒，好奇怪啊！這個乞丐每天都存一些米，結果這個米缸永遠不會滿，這個米缸永遠不會滿。他覺得很奇怪，好幾年過去了，我這個米缸應該已經滿了，裡面都是米才對，為什麼我一直存不到1升呢？升就是一個容量的單位哦。可能這個米缸滿了就是1升了，那他就可以把這個米缸拿去賣掉，他就有一筆錢了，他就可以擺脫苦日子了。但是為什麼他的米存不到1升呢？他覺得怎麼這麼奇怪哦。好，一天夜裡，乞丐躲起來，他要找出原因，他要知道為什麼他的米缸永遠存不滿啊。遠離，我覺得對，就是來 get rid of 啊。好，乞丐躲起來偷看，他要知道他的米缸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他的米永遠存不滿呢？好，原來啊，他發現了一隻老鼠正在偷吃他的米，難怪米缸不會滿，原來是有老鼠偷吃我的米啊，太可惡了，對不對？那各位同學，你可能想要把這隻老鼠抓起來，這隻可惡的老鼠，我要把你抓起來，把你殺了，把你殺了啊、哦，你就不會偷吃我的米了。乞丐又氣又急，質問老鼠為何偷他的糧食，所以乞丐他又生氣又着急，又就是 both end 啊。又生氣又着急，又氣又急，質問 question， 他問老鼠，質問一般是你不開心的問哦，你覺得對方做錯了，所以你會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所以質問跟問不太一樣，質問一般是很生氣的，對方做錯事情了，你會質問對方哦，你為什麼要偷吃我的米啊？他跟老鼠說話，你為什麼要偷吃我的米？他看起來不像生氣啊。好，為什麼？因為等一下老鼠會跟他講一件事情哦。好，老鼠竟開口說話啊！竟然 ，unexpectedly， 竟然啊！你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會發生。老鼠竟開口說話，你命裡只有8分米，一輩子都存不滿1升。不信你去問佛祖。哇，這隻老鼠竟然會說話。他跟乞丐說，你命裡，命裡就是你在命運中，你的那個 destiny， 你命裡啊，你注定好了，我們中文也可以說注定好了，你注定好了一輩子永遠存不滿這個米缸，你只能存到8分滿，存不到1升，所以一輩子你都存不滿這個米缸的。如果你不信，不信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啊，我們中文說不信你去怎麼樣啊？如果不信，你去問理查老師；不信你去問理查老師。If you don't believe it, then 嘟嘟嘟嘟嘟啊。所以這個我們中文常常說不信你去怎麼樣啊？好，表示如果你不相信這件事情，你就做什麼事情啊？好，如果你不相信我說的話，你去問佛祖。好，那麼所以我們知道老鼠偷吃這個米啊，不是故意的，對不對？好，因為乞丐命中注定他沒有辦法存滿這個米缸，一輩子都存不滿1升米啊。好，那各位同學，如果你是乞丐，你會怎麼做呢？如果你是乞丐，你會怎麼做？
如果我是乞丐的話，我應該真的我會想去問佛祖，為什麼我的命那麼不好？我會真的去找佛祖，我會去問他，為什麼我的命那麼差？為什麼我的命那麼不好？好，乞丐決定去西天找佛祖問個明白。在路上，他遇到3個求助者。好，我們的故事進入了一個高潮 ，climax。故事進入的高潮，乞丐決定他要去西天。什麼叫西天？西天呢，在中國的這個故事裡面，西天是佛祖住的地方，在西邊。西天是佛祖住的地方。好，你們要記得如果你們有看《西遊記》Journey to the West， 你們就知道這個孫悟空他們是要去西天找佛祖。佛祖好，西天是不是印度啊？其實應該是啦，因為佛祖是來自印度的嘛，但是呢，在故事裡面，西天就是很遙遠的西方，西邊。好，雅玲說，我也會去問佛祖。韓國的同學說，我不會去問佛祖，我只要賺錢。好，那在去西天的路上，他遇到了3個求助者。什麼叫求助者呢？就是他要請求你的幫助拜託你幫幫我，這個叫求助者他希望你能夠幫助他好的，那麼我們看看這3位求助者是誰祖佛祖祖，我覺得有點像是 ancestor 那個艾雲，祖就像祖母祖父，其實祖我們中文說祖先ancestor 所以祖一般就是很大的人 ，a big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 我們可以叫祖especially is about your origin 好，那個剛剛說了，乞丐遇到了3位求助者第一位是誰？江邊的老龜。什麼叫老龜？老烏龜 Old Turtle。第一位求助者是江邊住在河流旁邊的老烏龜。江就是比較大的河流，比較大的河流，你們都知道長江，對不對？所以江一般來說是比較大的河流。好，老烏龜，他要乞丐幫他問佛祖。乞丐呀，你不是要去找佛祖嗎？請你幫我問問他，為什麼他修行千年卻無法化龍？好，這裡我覺得對你們可能有一點難修行，在中國的故事裡面如果呢你要成為神仙，你要先修行修行，通過修行你可以变成神仙這是中国的故事裡面會有的詞彙修行。如果你是一般人，你在修行了100年之後200年之後，你就可以變成神，你可以变成神仙烏龜也是一樣，動物也可以修行好，所以老烏龜修行了1000年，他修行1000年，他想要變成神仙。龍 dragon 是一種神仙，在中國的古代的故事裡面，龍就是一種神仙一种神仙。怎麼修行啊？我也不會修行就是要在一個山洞裡面然後就是要冥想吧要有一個方法，我也不曉得是什麼方法，因為我不曉得怎麼變神仙呢，我不會修行好，所以這個烏龜想要變成龍，龍也是一種神仙，化就是變成，它沒有辦法變成龍。為什麼我修行了這麼久，我沒有辦法变成一條龍呢？好 ，OK， 好，這是第一個求助者，江邊的老烏龜。好的，你們知道第一位求助者他的問題了吧？為什麼我沒有辦法
變成一條龍呢？我修行了這麼久哦。好，我們看看第二位求助者，修行寫法。好，第二位求助者是誰？山上的老和尚。山上的老和尚。好，他是一位和尚，年紀很大的和尚，他住在山上。他要乞丐幫他問佛祖。乞丐，你幫我問佛祖，你不是要去找佛祖嗎？為什麼他修行了500年卻無法成仙呢？修行，我覺得它不是一般的meditate， 它可能包括一些 trick， 包括一些 magic，所以這個修行我沒有辦法給你們解釋，因為我不曉得怎麼修行才會變神仙哦。但是一定是有一些 magic， 有一些 mystery， 有一些 trick 在裡面啊。好，來。這位老和尚他修行了500年了，所以老和尚500歲了，但是他沒有辦法成仙。成仙就是變成神仙 ，become a fairy, become a god。他為什麼？乞丐，你幫我問一下佛祖，佛祖什麼都知道。為什麼我修行了這麼多年，500年了，我沒有辦法成為神仙呢？ Seek enlightenment? Not really.Actually, it's a way, it's a method. 修行 is a method to become a god. In ancient Chinese, in ancient stories, people can 修行 and then become a god. But of course, we need to 修行 for many years. OK， 好的，所以乞丐的老和尚的問題就是，我修行了這麼久。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變成神仙呢？無法成仙。好，這是第二個求助者哦。好，那麼我們來看看第三位求助者是誰？第三位求助者是一位員外。什麼叫員外？一般來講，員外是稱呼以前的中國很有錢的人，他們很有錢，有很大的房子。然後有很多的僕人所以這樣的人就叫員外。他可能有很多土地，有很大的房子，家裡有很多僕人，非常有錢，這樣的人叫員外員外好，不過現在我們不用這個詞了這是一個以前的人用的詞以前的人用的詞叫員外好。那員外的女兒是個啞巴。什麼叫啞巴？就是不會說話的人。啞巴是不會說話的人好，記得這個詞啞巴。員外要乞丐問佛祖，如何能讓他的女兒開口說話？乞丐，你要去找佛祖，對不對？我的女兒從出生到現在都不會說話，她是個啞巴。請問一下佛祖，我要怎麼做才能夠讓我的女兒開口說話？好，這是第三位求助者。第三位求助者是一位員外，他想要問佛祖，如何能夠讓我的女兒開口說話？因為員外的女兒是個啞巴。好，各位同學，聽到這裡，你們已經知道三位求助者是誰了，對不對？那你們覺得乞丐會不會幫助他們呢？你覺得乞丐會不會幫助這三個人呢？員外一定是個凡人啊，但是他是很有錢的凡人，他一定有個大房子，他有黃金，他有很多金銀珠寶，他有很多土地。這樣的人就是員外，以前的人才會用員外好，有一位同學說，老師你好，我是佛教徒會，很多同學說會，老師，我如果是這位乞丐，我一定會幫助這三位求助者。你們是個善良的人好，我也會，因為我覺得這三個求助者的問題都很嚴重，他們需要一個解答，對不對好，那麼歷經千辛萬苦，
乞丐終於見到了佛祖。好，各位同學，要去西天是不容易的，西天在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所以你去那裡一定歷經千辛萬苦。什麼叫千辛萬苦？1000個辛苦的地方，10000個辛苦的地方，你到那個地方要非常非常的累，遇到很多困難，遇到很多挑戰啊，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歷經了千辛萬苦才把孩子撫養長大，就是形容你做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都可以用歷經千辛萬苦，這個是很棒的一個表達哦。好，乞丐終於見到了佛祖，佛祖卻說：乞丐，你只能問3個問題，你不可以問再多的問題了。你見到了我，你只能問3個問題。歷經跟經歷是不一樣的哦。歷經是一個動詞，就是 to experience。to experience， 經歷呢，它是一個名詞它是 experience 不一樣。經歷可能你去面試的時候那個面試官會問你說，說一說你工作的經歷 your work experiences。那歷經是動詞，歷經是動詞。佛祖很小氣，對啊，乞丐那麼辛苦來找你，你怎麼只讓他問3個問題呢？哎呀，真小氣啊！好，但是佛祖也有自己的原則了哦。我們看一下乞丐怎麼辦呢？乞丐心裡想，別人的問題比我的重要多了，我先替他們3個人詢問吧。好，乞丐心裡想這個老烏龜、老和尚跟員外的問題真的比較需要解答，他們的問題比我的問題重要多了。可以歷經過，你可以說經過了千辛萬苦也可以沒問題。歷經當然更好可以說經過好，所以我先替就是幫 for them do something for them， 替他們幫他們也可以替他們或幫他們。我先替他們3人詢問吧。好，詢問就是問，不過詢問比較書面語一點詢問比較書面語，比較正式一點。其實詢問就是問，就是 ask 的意思好，那麼乞丐決定先問這3位求助者的問題好，各位同學，我們的故事到這兒，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千辛萬苦是成語沒有錯千辛萬苦是一個成語，很常用的成語，而且常常跟歷經一起搭配。我歷經了千辛万苦才把中文學好，我歷經了千辛萬苦才搬到了中國，我歷經了千辛萬苦才把小孩撫養長大。歷經歷經風霜不一樣，歷經就是你經歷的東西非常非常的新，這個很難解釋我覺得歷經是比較常用的，歷經我現在只能想到歷經風霜，也一樣的意思，就是你經過了很多困難跟挑戰，終於怎麼樣了好，其實不管歷經或歷盡他們都是有一個搭配上的使用好，那麼各位同學，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佛陀怎麼回答乞丐的問題好，乞丐問：老龜為何不能化龍？佛陀，請你告訴我為什麼，請你解答這個問題。佛陀回答說：因為他捨不得背上的龜殼。所以為什麼乞丐不能夠化龍？他修行了1000年。佛陀說，因為他捨不得。什麼叫捨不得？就是他不能放棄cannot give up， 他不能放棄，他一定要那個東西，捨不得通常捨不得用在比如說你的朋友要離開了，你捨不得他，你不希望他離開你你會感覺到捨不得捨不得。好，那
老龜捨不得背上的龜殼，烏龜的背上都有一個龜殼，對不對啊？龜殼。哦，原來是這個原因啊。好，我們看佛祖又說了什麼啊？好，佛祖接着說，他的龜殼裡有夜明珠，只要脫下龜殼就可以化龍。好，原來啊，老烏龜捨不得他的龜殼裡的夜明珠。在古時候的中國，夜明珠是非常非常珍貴的寶物，非常非常珍貴的宝物。夜明珠是夜晚會發光的一個珠子，晚上會嘣嘣嘣嘣嘣很亮的，自動會發光的一個珠子。這個在中國古代，夜明珠是貴重的禮物，貴重的物品，非常貴重的物品啊。那這個老龜的龜殼裡有夜明珠，他捨不得。那人只要捨不得，他就沒有辦法修行得很好，因為修行講求的是清心寡欲，與世無爭。但是你心裡有牽掛的話，你就沒有辦法修行得很好。一般來說是這樣的啊。好，所以佛陀說，只要老龜脫掉龜殼，放棄它的夜明珠，它就可以化龍，它就可以變成神仙了。好，好，到這裡你們可以理解嗎？知道佛祖的回答。好，他的解答就是老龜只要脫掉龜殼就可以化龍。好，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二位求助者的問題，佛陀會怎麼解答呢？好，乞丐又問了，老和尚為何不能成仙呢？老和尚他修行了500年，為何他沒有辦法成為神仙呢？好，佛祖回答，因為老和尚無法捨棄，捨棄就是放棄，不要了，這個東西不要了，叫捨棄。因為他無法捨棄手中的寶藏，只要放下便能成仙。好，各位同學，老和尚拿着一根寶杖，寶杖表示是一個很貴重的一個杖，對不對？他沒有辦法放棄，他無法捨棄。那修行的人，只要你還喜歡一個東西，你不清心寡欲，你就沒有辦法成為神仙。所以各位同學，老和尚無法捨棄手中這個貴重的物品，貴重的寶藏，所以只要放下，他就可以變成神仙了，他就心無掛礙，他就沒有任何的這個，我們說心無掛礙就是你還想着這個東西，你還要這個東西。如果你心裡還想要，你還有慾望，你就沒有辦法成為神仙了。好，這是佛祖回答的第二個人的問題。各位同學可以理解嗎？佛陀的回答是不是很難？好，其實一點也不難，就是只要你放棄一些不該屬於你的東西，你就可以成為神仙了。好，我們繼續往下看。乞丐問，員外的女兒為什麼不會說話呢？好，乞丐回答，因為他還沒遇到命中注定的心上人。好，為什麼員外的女兒不會說話？為什麼她是個啞巴？佛祖回答說，因為員外的女兒還沒有遇到心上人。什麼叫心上人？就是心上人，就是你愛的人你非常非常愛的人，可能是你的男朋友，可能是你的女朋友心上人一般是還沒有結婚前你愛的對象，我們都叫心上人甚至我們心上人指的是暗戀的對象，暗戀的對象，你可以叫暗戀的对象叫心上人。總之就是你很愛很愛的人，就是你的心上人。你想要跟他結婚
你想要跟他結婚的人就是你的心上人那什麼叫命中注定？就是你的命運裡面就應該要跟他結婚，他就是跟你是一對戀人，命中注定有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的，比如說你跟理查老師命中注定要認識，你命中注定學習中文的時候就要遇到我 ，in your destiny， 命中注定好，你命中注定就要遇到 Helen 就要成為你的老婆，你沒有辦法改變。一般來說，命中注定的事情是沒有辦法改變的Destiny， 命中注定的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不是 soulmate， 不是 soulmate， 注定的心上，命中注定的心上人就是 your destined love。 This person is supposed to be your love in any way， 命中注定In your destiny, this must happen。 这個就是命中注定對，你跟這個人有緣，而且是沒有辦法改變的，這是你的命。This is your destiny， 這是你的命，你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你一定會愛上他，你一定會跟他結婚這個叫命中注定或者你命中注定會跟理查老師見面，然後聽我的直播課，這也可以是命中注定的好的，各位同學，到這裡3個求助者的問題都回答了。那乞丐自己也有問題啊，為什麼我的米永遠存不滿一升，對不對？好，但是他還沒有問呢，乞丐還沒有問，佛祖就消失了。這個佛祖也跑得太快了吧？disappear 消失。乞丐雖然沒問到自己的事，但仍趕路回去轉告他們答案。好，轉告就是你把別人的事情通過你告訴另外一個人，叫轉告deliver the message， deliver the answer 轉告是個很棒的詞好，老師跟你們講一件事情你們幫我轉告Ben老師好不好？老師告訴你一件事情，請你把這件事情轉告給 Ben 老師好不好？所以就是轉告，就是把別人的訊息告訴另外一個人好，老龜得知答案原來佛祖要我把我的龜殼脫下來，沒問題，我馬上做。老龜脫下藏有夜明珠的龜殼，送給乞丐之後，隨即好，這個詞非常的棒，是一個書面語，隨即就是馬上很快的。好，隨即化龍飛去。哇，果然就像佛祖說的，他只要把龜殼脫掉之後，他馬上就可以變成一條龍飛走了，他成為神仙了。老烏龜變成了神仙，他變成了一條龍好，那乞丐得到什麼？乞丐得到藏有夜明珠的龜殼，乞丐得到了很珍貴的龜殼，還有夜明珠。好棒對不對？轉告一句話就可以得到夜明珠乞丐好幸運好，第一個求助者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來看看第2位求助者。老和尚得知答案，將寶藏贈與乞丐，隨後得道成仙。好，老和尚知道了佛祖給他的答案，你要捨棄手中的寶藏，那麼你就可以成仙了，變成神仙了。所以老和尚把他手上的寶藏贈與，贈送給，這個與就是給的意思，贈就是送給，贈與就是送給乞丐，他把寶藏送給乞丐。後來呢，隨後就是馬上他就變成神仙了，得道成仙是個成語，其實簡單講就是他成為神仙了，他變成了一位神仙了。我們有個成語叫得道成仙 OK， 得道成仙，所以老和尚真的变成了神仙了。那老和尚变成神仙了，那乞丐得到什麼？
乞丐得到了珍貴的寶藏。所以乞丐現在有夜明珠還有寶藏兩個非常珍貴的東西。好，那麼我們現在剩下第3位求助者，他的問題對不對？好，那乞丐呢，他就繼續趕路去找員外。乞丐來到員外家，乞丐的女兒這個的乞丐的女兒呢？好，乞丐的女兒一見到他，不是乞丐，員外的女兒，員外的女兒一見到他，竟開口說：“上次的乞丐回來了。”誒，你們覺得很奇怪，對不對？哪裡很奇怪？乞丐回來了之後，乞丐來到了員外家之後，員外的女兒怎麼會說話呢？員外的女兒她是啞巴呀，她不會說話呀。可是她竟然 unexpectedly 竟開口說，上次的乞丐回來了。她說話了。那佛祖說過什麼？只要員外的女兒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心上人，他就會說話了。OK， 所以員外的女兒命中注定的心上人是誰？是乞丐，所以他會說話了。乞丐的女兒不再是啞巴了，他會說話了，因為他遇到了心上人。原來乞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心上人，他的 destined lover。OK， 好，那麼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呢？員外非常開心，於是將女兒許配給他。好，各位同學，許配這個詞呢，一般來說現在的人不會用了。現在的人不用這個詞了許配的意思就是在古代要結婚都要通過父母親的同意，所以父母親要你娶誰，要你嫁給誰，我們就說許配。比如說爸爸把我許配給誰誰誰。好，這是第一個。第二個，許配一定是女生許配給男生一定是女生許配給男生你不可以把男生許配給女生因為古時候是重男輕女的時代這個要注意。在古代的中國，男生比較大，重男輕女，所以許配一定是女把什麼女生許配給什麼男生許配在文言文中才會用應該說有時候你們會看一些古裝劇、歷史劇都會聽到許配所以許配應該是古時候的中國人才會用的。現在你們不能夠用許配了，現在大家都不會用許配了，因為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時代。現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了所以許配是以前的人在用的以前是重男輕女的时代，我們會用這個動詞許配。好，把女生許配給男生好 OK， 我們再往下看。本來一無所有的乞丐徹底改寫了貧苦的命運。好 OK， 本來的乞丐呢，他什麼都沒有，他連米缸的米都存不滿，他一無所有，他什麼都沒有。什麼叫一無所有？房子也沒有，錢也沒有，什麼都沒有，叫一無所有好，那他徹底這個詞很棒徹底就是 completely， 徹底改寫了 rewrite 改寫了貧苦的命運。好，貧苦就是既貧窮又辛苦貧苦你也可以說貧困，也可以貧困的命運，命運就是 destiny 好，所以乞丐經過了這件事情，因為他幫助了別人，也等於幫助了他自己。所以各位同學，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幫助別人
真心的幫助別人，你自己也會得到好處。我們幫助別人是無所求的，但是呢，你幫助別人的時候，無意中自己也會成長，自己也會進步，自己的命運也會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改變。所以我們常常說，幫助別人要無所求，你不要因為有好處才幫助別人，不要因為利益才幫助別人。我們幫助別人就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善良的人，我們無所求，我們不會因為我要得到利益或好處我才幫助他。像乞丐就是無所求的去幫助別人，所以我們中文說善有善報，善有善報，做好事的人會得到好報。所以乞丐他不再是乞丐了，他現在是有錢人了，他現在有夜明珠，有保障，還有一個漂亮的老婆。好，艱難的命運，可以說艱苦，我覺得可以說艱苦的命運，艱苦的命運可以。好，這裡可以用的詞非常的多，你可以說艱苦的命運，或者呢貧苦的命運，或貧困的命運都可以啊。這裡可以用的詞，貧窮的命運都可以用哦。好，對，助人為樂啊。好，那麼我們的故事終於講完了啊，這麼長的故事，我們來問問題吧。來，問題一，乞丐在路上遇到了哪3位求助者？他遇到了哪3位求助者？他可能不是人，有的是動物，對不對？不一定都是人哦。好，你們還記得嗎？這麼長的故事啊，講完我都覺得有點累了。希望你們不會覺得故事太冗長哦。好。答對了，很好。第一位是老烏龜。第二位是老和尚，很好，老和尚。第三位呢是員外，答對了，很棒。老龜、老和尚跟員外。好，所以當你們聽完一個故事，能夠回答出這個問題，表示你們聽懂了啊。問題2，佛祖給了乞丐幾次提問機會？好，艾雲說，老鼠不是說乞丐的命運是永遠存不到一升的米嗎？所以我們常常說幫助別人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對不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啊是要告訴我們，只要我們做好事，只要我們能夠去幫助別人，你是可以改變你的命運的，命運是可以改變的哦。所以有的時候你幫助了一個人，結果你的命運完全改變了，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哦。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些人真的因為幫助了別人，他的人生徹底的改變了哦。好，3個問題。哇 Henny 很棒耶，把3個問題都說出來了。好，佛祖給乞丐3次的提問機會，那我們來回憶一下啊，哪3次？他這個乞丐問了哪3個問題啊？第一個問題就是他幫老烏龜問，為什麼老烏龜修行了1000年卻無法化龍？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乞丐是幫老和尚問，為什麼老和尚修行了500年卻無法成仙，卻無法成為神仙呢？好，第3個問題是員外問的，他要乞丐問佛祖說，為什麼我的女兒不會講話？為什麼我的女兒會為什麼我的女兒是啞巴？要怎麼做我的女兒才會開口說話？所以這個青年時代。好，所以這個是3次提問機會的內容哦。好，我們看問題3，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好，我們剛剛也說過了，對不對？
你們剛剛用了很多很棒的成語哦。好，有人說善有善報，有人說助人為樂，很好哦。所以各位同學，老師要特別告訴你們的就是說，有時候你的好意，你的善行是可以改變你的命運的。我們不要吝於助人啊，不要吝啬於幫助別人啊。助人有時候只是舉手之勞，很小的事情，卻可以改變別人的一生。有時候甚至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啊。互惠互利很好啊，好心有好報哦。我們中文說好心有好報，對不對？那我們幫助別人有時候只是很簡單的一個小動作，卻可以改變這個人的一生哦。所以我們如果能力所及，我們是可以去幫助別人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現在的詐騙很多，對不對？所以你們在幫助別人的時候，也要特別的小心謹慎，因為現在的詐騙事件很多，你不要因為想要幫助別人，反而被詐騙了哦。要特別注意，我們要聰明的幫助別人。要聰明的、有智慧的去幫助別人。如果你知道這是詐騙，當然就不要去幫助他，可能他是騙人的所以你自己要有分辨的能力好 ，OK， 那各位同學，我們有幾個詞彙，我每個詞彙會念3遍，請你們找出相對應的圖片或照片乞丐。乞丐，乞丐，米缸，米缸，米缸，佛祖，佛祖，佛祖。好，這個其實還有一個說法叫佛陀，也可以，佛陀，佛祖，佛也可以，佛祖也可以，佛陀也可以它有很多說法布達有很多說法如來如來一般是《西遊記》在用的，西天如來西天如來是《西遊記》在用的，其實說的就是佛祖了一樣的人好，龜殼，龜殼，龜殼，夜明珠，夜明珠，夜明珠，許配，許配，許配。好，那今天我們的課就到這兒了。是不是覺得今天的故事特別長呢？希望你們喜歡這個故事。老師會選這個故事，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故事挺有意思的，而且它告訴我們幫助別人能夠改變別人的一生，也可以改變自己的一生有時候幫助別人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那麼我們何樂而不為呢？好。那麼像理查老師覺得我在這裡免費教你們直播課，我也得到很多耶從你們的留言，從整個直播課的過程，老師也覺得幫助別人之後，我的命運也改變了，可能我也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所以我覺得幫助別人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在發生。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人生是很有意思的好，那麼我們禮拜4見咯。好，很晚了大家早點休息，拜拜。對，要小心，因為詐騙也很多，大家不要因為想要變成好人就被騙了，要注意現在這個社會也蠻危險的。好，拜拜。